么样？谈谈顺利吗？干嘛？就算是竞争对手，也不用不说话吧？陈总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。那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。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说就好了。你也知道的，我最近很忙。骄傲，你真把我当敌人了。陈总，当初我们意见不统一，你离开公司是你的选择，我充分尊重。那天在公司，我的话确实有点重，小欧我。陈总，我想你是多虑了。我把你当成竞争对手，但竞争对手不是敌人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。主办方现在应该已经着手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取消，那名誉上肯定会受损呀。机智机智，英明英明。其实我觉得也没这么复杂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，如期参与就好了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对啊，小念，要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反正现在年轻有为的小老板已经找到了，还纠结啥？还犹豫啥？还想逆天改命啊？那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举手之劳。喂，你帮我看一下下周2的工作安排。好。那，你帮我跟这几个客户安排一下，看看原定的会议能不能往后推一推。我周2可能有其他的安排。还有就是刚才一些不太重要的会议就干脆取消吧，到时候在例会上直接交代就好了。就这样。穆千初，石小念师弟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你最近有空吗？我想见你一面。咱们的漫画原型没有亲自到场，是不是很遗憾呀？这有什么遗憾的？他忙点倒是好事儿，要不然公司倒了，咱们这些小喽啰都得歇菜。你可不是小喽啰，你是未来的，你未来的什么？未来的新一代漫画大神啊，神一样的漫画女侠石小念大神，大神，请受小的一拜。苟富贵，苟富贵。哦，莫相忘，莫相忘。哎呀，这句话都说了14332遍了，真是的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呢，就是一个讲信誉的好少年。哎呀，石小念大神，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上火了。而且那个穆千初，除了脑子有点问题，颜值和身段还是可以撑撑场嘛。哎，音频节目又不看脸，有什么颜值和身段？不过，他帮我们虽然解了燃眉之急，但你说石迪那边会不会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石迪这方面我早就想到了，他压根儿就不会对这种节目感兴趣，而且主办方那边也压根儿不知道我们嘉宾是谁，也不会在广告上写出嘉宾的名字。等穆千初录完了，石迪压根儿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呀，只要你心里没有鬼就行，你又不可能跟穆千初死灰复燃。乔老板，陈总怎么说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寒暄了几句。陈
陈总这个人啊，虽说是有点……周二什么时候啊？啊？那个直播节目。哦，下午3点。肖老板，你是不是别多想？我没多想，这不您问我的吗？我是你老板，不能问吗？那您到底去不去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去？肖老板，你现在这脸上啊，就大大的写着“我要去跟石小念做直播”，藏都藏不住。你这么清楚我心里在想什么？那你猜不猜得到？我今年不打算给你涨薪啊，肖老板。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没想到合作这么长时间了，却还是没有见到雇主的庐山真面目。说实话，挺让人不安心的。钱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东西。每次合作，我们的钱都一分不少地打到了你账户上，这还不够让你有安全感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交易，无外乎拿钱办事儿。既然你们已经付钱给我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服务。虽然你们老板现在还没有见我，从侧面也表明了他不够信任我，我很慌哎。你说你这一次查到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你老板对穆千初和石迪这对才子佳人之前有所了解吗？其实石小念、石迪、穆千初这3个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穆千初也绝非不只是石小念的妹婿，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牵连。至于石迪，他好像对石小念有亏欠，而这个亏欠应该跟穆千初也有关系。这个白宇倒是挺敬业的，跟他说一声，把他的心思挪回到石小念那去。这么复杂的人事，再加上你老板对石小念盯得有这么紧，我相信他不会错过的。穆总，陈总到了。穆总，听说陈总最近在繁盛干得不错，我特意找机会跟你说声恭喜。穆总过奖了。别急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陈总既然选择离开了恩义，从我的立场上来讲，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当然。所以对于私下联系宫欧这件事情，陈总还是控制一些比较。毕竟是敌不是友。趁现在宫欧和恩义还没做出什么起色，陈总应该抓紧时间做好自己做的事情。你跟我说不能把恩义的技术给我 ，OK， 我可以理解，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什么都不做。穆总这番话真的让我悲喜交加。很遗憾，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有碰到过。对于繁盛，我确实是个新人，可在市场上，我应该算个老司机了。所以很幸运的是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自己很清楚。那穆总这边，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。如果繁盛超越恩义，那是你的功劳；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你的麻烦一定比我大。石小念和穆千初夫妇关系匪浅的事情，我怎么觉得你们已经提前知道了？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问题了。如果我是你，还是会把更多精力投放在石小念身上，比如他对自己漫画里内容的认知。你到现在都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会尽快的。那我们等你的消息。
不会敲门吗？这是门吗？哦。进来。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肖老板，您这是干嘛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有事快说。哦，明天的日程我安排好了。如果您想去那个漫画活动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去啊？左手呢？嘿，右手。出去。好。还没睡？千初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找那套蓝色的被褥。千初，你最近有一个项目到了节骨眼上，我得连夜赶工。这几天我就先住书房了。没关系啊，我等你啊。干嘛要住到书房去啊？你别多想，我可能会熬得很晚，你还有工作，我怕打扰你休息。好了，早点睡吧，晚安。千初已经在外面等。徐小念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咱们今天是音频直播节目，在直播间里面，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我穿给主持人看啊，正式又矜持。你该不会是在等漫画的主人公到场吧？哎，这跟穿正装有什么关系？你傻呀你！如果公从公司里面过来穿的是正式服装，那我们小念穿的是休闲装或者是卫衣的话，两个人搭在一起，多诡异呀！哎呀，我只是想给人留下一个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形象，根本没考虑跟他搭不搭什么的。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穿的是正式了点儿。那我去换个休闲的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换一个。哎，你还换啊？哎呀，你快点儿，来不及了。那先这样啊，合作愉快。啊，合作愉快。哎，肖老板，去哪儿啊？不是去现场吗？还不快点儿！嘿嘿，小老板英明。喂，啊？怎么了？哦，肖老板，有事得跟你汇报一下。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下班再说。这挺要紧的。就你之前不是说想做安全系统吗？这个事让董事会知道了，现在几个股东来公司了，要跟你谈谈。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也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呀。肯定不是我说的啊，我拿我结婚证发誓。算了，既然他们知道了，那就跟他们聊呗。走吧。
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正走着呢，你来个急刹车干嘛呀？你会不会开车呀？不是你自己不会开车吗？还好意思问我啊？你看看漆都掉了。白宇，前面怎么了？好像是发生事故了。啊？那咱们还能及时赶到吗？应该可以。我们现在离直播间很近，几分钟就到了。等一会儿警察处理好，路通了就好。啊，你就怕路不通啊？龚总，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。现在的手机智能系统都差不多，别的品牌都是降低成本求市场，而我们现在突然提高成本，做的还是一个不太重要的。我也不是说不重要，在日常生活里，哪有那么多危险的时候？有1000个人买，能有1个用到的几率都很小。只要有1个人用，它就有意义。小欧，你是不是有些太擅作主张了？这件事情，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向大家提起，不是我怕你们反对，只是我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要不要做。既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瞒大家了。不论你们反不反对，这件事情我会做到底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龚总，你是不是太固执了？固不固执不是你说了算，系统我一定会做，你们谁都左右不了我。除非你们集体投票让我卸任，后果你们都知道。还这样啊？耽误我这么长时间，不是你先撞的我吗？打个交警电话啊，过来一个快，这还剩15分钟了，来得及吗？怎么办？白宇，你刚才说从这儿到那边只有几分钟车程？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你愿不愿意跟我用最原始的方式过去？原始的方式。快下车！小念，准备好了。快走啊！等我一下。颠倒背心，学会遗忘记起，风试着将波折抚平，我试着将一切抹去。我和你之间有透明的墙，快跑啊，不然就看不到末日了。千叔，你快一点。颠倒山楼，是否能倒转时光？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。要给就给完全。医生，这前面怎么回事？这个点不应该堵车呀，是不是前面有事故？哎呀！小老板，你和我之间有透明的墙，借你目光探索柔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迟到吧？没有，刚刚好。啊，辛苦了。是否能倒转时光？刚才有粉丝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，那之前好像有报道说过，我们石小姐的漫画是以N1科技的龚总为原型，尤其是漫画里的主人公呢是霸道冷漠的人物形象。那和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好像不太一样，穆先生的声音听起来还是更温柔一些。那作为人物原型，这种反差是特别的设计呢，还是？他根本就不会来，我也不想让他来。哎，都在想什么呀？小念，该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才问的是什么？
啊，没事，就是刚才粉丝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报道，好像说过施小姐的漫画呢是以N1科技的龚总为原型的，那其实还有漫画里的主人公他是霸道冷漠的形象，那和我们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好像就不太一样了。穆先生的声音听起来更温柔一些，所以我们想问，那作为人物原型，这样的反差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呢，还是？算是吧。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脾气不太好，经常和小念吵架啊、冷战什么的。因为我跟小念从小就认识了，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最了解彼此的人。他也经常会把一些我们生活的过往当做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。所以说，其实很多漫画里的情节都是两位发生过的真事儿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漫画中男主人公写不出来文案，然后吵着让人给他做蛋炒饭这件事情就是真事儿啊。再加上小念本来厨艺就不错，不过我没想到你还挺记仇的啊，把这些都画下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欺负他的事情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两位，你们找谁？我是那个施小念的经纪人，然后这个是他助理。哦，石小姐呢正在里面做访问呢。你们这样，先到那边稍等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。粉丝们总结出来了漫画里面他们特别喜欢的粉红情节，像刚才说到的蛋炒饭梗排名第1，其他还有像机长为师的梗、香烟小吃街，还有篮球馆约会等等。这么说，其实这些情节应该是两位相处的日常吧？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时候。那这些情节更加喜欢哪一个呢？都挺喜欢的。很默契啊，都适合青梅竹马、难忘的回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小吃街也是有原型的吗？对啊，那个小吃街就在我们中学附近啊，现在也很火。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经常去逛逛。要给就给完全，要收就收全部。可是烟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那一段路，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。好的，非常感谢石小姐和穆先生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小念，小念，穆建初看起来确实有模有样的，算你眼光不错。今天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其实很多事我也是看着漫画编出来的。以前的事情记忆中也很模糊了，所以要是有些对不上的地方，你别介意啊。没有啊，这毕竟都是你和小迪的过去。那个，我公司还有别的事要处理，就不送你们了。没事，你去忙吧，我让小丸子叫车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念，我叫车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小迪，你不会
想说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种话吧？因为我跟小念从小就认识了，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最了解彼此的人。他也经常会把一些我们生活的过往当做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。所以说，其实漫画里很多情节都是两位发展。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？说你都放下了，还说祝福我跟千初。结果呢？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撬墙角啊你？我不是，跟他没什么呀。没什么？那他为什么要跟你一块去做直播呀？还是以漫画原型的身份？就是个误会，不是个误会，就是阴错阳差，他来帮我个忙而已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熟到能帮这种忙了？之前不是很生分吗？而且还说那么多模棱两可的话，搞得你们两个好像很亲密一样。石小念，你不会把那些事情都告诉他了吧？我没有。那天，你是故意撕掉那张结婚证的吧？什么？这么想就是了。隔了那么久，你又恰好把能代表你们童年记忆的东西带在身边，一找就找到了。而且我来找你的时候，恰好千初就出现了，你又那么恰好的当着他的面把那张结婚证撕了，让他故意怀疑我。你都是设计好的吧，石小念？你故意的，你就是想要这种效果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些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这都是误会，是巧合。你不能光到这儿来发脾气，不听我解释。如果我想做什么，我和穆杰初楼上楼下的关系，我可以在他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抓着他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了，不是吗？你今天不忙吗？怎么突然？我和小迪有点误会，所以刚才就吵起来了。所以你就让穆千初陪你去直播是吗？你都知道啊？原来你真在那儿。我真没别的意思，我跟小迪也都说过了，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个巧合。你公司那么多事儿，我也找不到别人来充当这个位置。而且我跟他们都说了，我能不能一个人出席这个活动，他们都说不可以。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？我找过你了，你忙得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的，一直在打电话。你说你最近都没好好睡过觉，你公司那么多事儿，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？这是理由吗？还是你的借口啊？所以你就让穆千初陪你去试吧，让他冒出你漫画的原型。还是说这漫画本来画的就是他？莫名其妙，你在怀疑什么？莫名其妙的人是你吧？看来石迪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快来跟我道歉，要不然我会生气的。干杯！干杯！你说男人是不是情商都有问题啊？我这么替他着想，他还冤枉我。唉，他怎么冤枉你了？他说
我和穆千初有问题，他竟然相信石迪的话，说我是故意的。石迪吃醋我是理解的，因为毕竟你把人家未婚夫接走了。可这宫欧为什么会生气啊？你和穆千初原来关系很好吧？小的时候和他有那段记忆的人是我。他不是和石迪青梅竹马吗？那个时候他生病了，搞错了。等他病好了以后，他跟他说我是他，他就以为他是我。所以你之前画过一本你和他在一起的漫画是吗？那漫画具体的内容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俩都这么高，就这么高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爬树，爬得可高可好了。然后他家里人都不让他出去玩，我就把他从家里偷出来，我说走，跟我去玩去。我还说我们俩有一个秘密基地。这你都记得？记得的。哎，我又不是脑袋有问题。这种美好的事儿，我全记得。可是他都忘了。小蝶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听见你跟石小姐的直播了。不解释一下吗？我只是去帮他一个忙而已。你知不知道我不想你们两个走太近？抱歉，我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。你是怕你跟我说了我不同意吧？这就是你跟我分房睡的理由。你别哭了。
小蝶，今天为石小念做直播，是我没有考虑清楚你的感受。对不起，你别生气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开车小心一点。明天还有工作，你到家早点休息。龚总半夜赴约，我还挺意外的。有事快说。我不知道龚总是怎么想的，但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有些人为什么放着眼下的日子不过，偏偏要怀念过去呢？可能是眼下的日子过得不好啊。回忆再好有什么用呢？日子还是要往后过，不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我没兴趣。我就不信你心里面真的一点波澜都没有，不然你为什么要去直播现场？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这儿？我确实去看了他们的直播，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跟你合作的，而是想最后一次警告你，我和石小念之间的事是我们俩的事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你跟穆千初之间的事情，也不要再牵扯到我们。这本漫画应该是完整版的了。晚安，石小念。